连续灵爆，有小半的威压互相抵消，这一点也是在李长寿的算计之内。毕竟要控制波及范围，总不能毁掉太多的花花草草，那样也会惹来少许的业障嘛。灵爆过后，妖生山成为历史，大地塌陷，化作百里之境的盆地，而在这盆地之中又出现了3个圆形深坑，地下河水奔涌，很快就会形成湖泊。这一战，敌方地面妖兵全灭，地面高手逃脱2成，地下大妖逃脱2成。李长寿功德之力猛赚一笔，同样也背负了微不足道的业障。30万天兵在外围，仿佛成了30万个泥塑，都在沉默不言。他们也没有什么成就感，只有满满的恐惧。令寿觉得可惜的是，最后现身的陆压在这般情形下都逃了。陆压破碎了一件顶类的先天灵宝，自身也应该是受了重伤。真露面2个呼吸，重伤千百年呢。天地间一片死寂，道道流光从中神州的方向飞来。在边缘盆地，李长寿左手背负身后，玄黄塔在右手掌心滴溜溜的旋转，塔爷也在欣赏着这战场遗迹的艺术性。赵德柱从远处飞来，目光有些复杂地看着李长寿。玄黄塔钻入李长寿袖中，此时的李长寿已经恢复了白发白须的模样，向前对赵德柱露出了少许微笑，传声道：陛下，彰显天威的时刻到了。赵德柱笑叹了一声，反手拿出那把灭人剑递给李长寿，传声道：爱卿赶紧去处置此物吧，其上妖族禁制快破了。李长寿点点头，二人立刻分头行动。赵德柱的身形冲天而起，这化身在空中，化作一座1000丈高的白衣青年，俯瞰天地。天道之力加持其上，万里晴空多了道道金光。那30万天兵高呼拜见陛下，天地间无数双注视着此地的眼睛尽皆将玉帝的形象烙印在了心底。李长寿见状微微一笑，施展土遁朝着南赡部洲遁去，准备直接去凡俗找一个城隍庙，进入地府，再想办法将灭人剑之中的真灵。嗡的一下，手中这把宝剑突然开始震颤，其上光芒不断闪烁，从其中涌出了一缕缕白光。其内那数不清的真灵在此刻缓缓消失，且消失的速度在不断增快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李长寿皱眉不已，看着手中宝剑，立刻有所明悟。此剑炼制未成，此刻正在不断的崩碎，连带着其内那本该属于巫族万年来新生孩童之魂魄，也在被剑上的禁制摧毁。李长寿立刻抬手要毁了这把剑，但是又发现若毁了剑，直接就毁了其内数不清到底有多少的真灵。一股莫名的颓然感出现在心底。我莫不是又要失信于巫族？虽说这不是我答应巫族要做到的事，但此刻手握如此多生灵，如此多尚未来得及到世上看一看的生灵，每一次的算计莫非都难以圆满吗？李长寿的心底一叹，却并未就此放弃，心神开始疯狂思索该如何救他们。丹药无用，阵法无用，神力无用，仙力更无用。李长寿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心时发现一条地下河流，心底轻轻一震，忽而听到了大地震鸣，一抹熟悉晦涩的道韵出现在李长寿的心底，凝聚出了一个水字。水。这一次又凝出了一段纯粹的感悟：太清水得偏。李长寿的本体在指道人袖口窜出，握住灭人剑，冲入地下水河，悬浮于水中。稍顷，他双手捧起灭人剑，背后出现了一团模糊的气息，那是他水神神拳宝器，只不过天道旨意尚未正式降下，
此时这宝器并未显化。李长寿闭上双眼，感悟着，感受着，剑身之中的真灵也不断消逝着。终于，李长寿仿佛听到了哗哗的水声，背后那一团模糊的气息化作了一杆水蓝色的幡旗。这幡旗照出一束亮光，径直打在了灭人剑上。灭人剑轻轻震颤，其上飞出了一颗颗浅黄色的光点。这些光点环绕在李长寿身周，在水中轻轻转动。水神幡散出道道神光，将那些光点包裹。不过片刻，李长寿睁开双眼，他此时已经是处于一片淡黄色的海洋，周遭有不知多少光点在轻轻闪烁着，他们并未被灭。李长寿松了一口气，刚打算将他们带去地府轮回转世，却发现这些已非是纯粹的真灵或者魂魄了，他们已经无法离开水的庇护。罢了，帮灵帮到底，我带你们去寻一个归宿。李长寿温声说了句，在河水中站起身来，握住背后的幡旗，驾驭河流顺流而下，那些光点在他身旁跟随。片刻之后，李长寿带着众灵出了地下，顺着水流闯入了一片世外桃源。一条大河在蜂窝的土地上蜿蜒，这里有些偏僻，也因离着妖族聚集地太近，人族不敢涉足。但今日妖生山覆灭之战，妖族必会退离，此地也终究会成为人族的地盘。李长寿循着河流慢慢而行，很快就寻到了一处天然的阵势，略加改造之后，将一段河流笼罩在阵法中，又不断的施法将这些真灵温养在水中，以水神神力定下此地规则。今后若有女子沾染此地之水，则受此地一真灵，孕育为婴孩，弥补此地这些真灵的遗憾。凡顺利生育的女子将会得水神之庇护，无病无灾，安度一生。做完了这些，李长寿总算是放下了一件心事。忽见天边金光闪烁，一道功德之力钻入他的体内，数量是相当不菲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顿感心满意足。远处龙吟升起，李长寿驾云飞离此地，将本体再次藏在指道人袖口，与化作青龙翱翔的敖乙以及地府8名巫族高手顺利会合。教主哥哥，赶紧走了，免得引来高手。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一只宝珠，递给了一旁正乖乖站好不敢说话的牛头马面，帮我把这个魂魄带回地府轮回。这是一个小妖，记得多给他加几碗孟婆汤。是我们办事儿，您放心，放心。会儿。李长寿刚要客套几句，疲倦的心神灵光一闪，像是突然悟到了一点什么，扭头看向了自己刚才改造出来的阵势，以及那一段河流，禁不住一阵瞪眼。我哑一点，一须兮子母河。精力透支，心神疲倦。神虚往往是在连续大灵爆之后，感觉身体被掏空，整个人昏昏沉沉。心底传来了塔爷关切的问候：咋的了？是不是神透支了？李长寿叹了一口气，还不行，此时还不能松懈，在外也不算安稳。虽然有玄黄塔护身，但总归还是要警惕一些。李长寿默念清心诀，压榨了一点精力出来，又勉强睁开双眼。这一头飘柔的长发，还有那2个正摆出上辈子某经典电影造型的身影，一个张开手臂，一个扶着前面那人的腰身，感受着迎面而来的疾风，伴随着朦胧的光影，竟是让人如此怀念。我说马，你这鬃毛钻我嘴里去了。牛，别说话，意境，好不容易成龙飞一次，会儿。李长寿一个机灵，顿时清醒了许多。
默默地站起身，走到龙背的边缘，淡定地抬脚，把牛头马面踹飞了出去。敖乙，咱们到何处了？已进北海。教主哥哥不多休息一阵吗？化作青龙的敖乙传声问着。李长寿摇摇头，背负着双手，走到龙首处，站在敖乙的犄角旁，注视着这一片广阔的天地，不自觉就露出了少许笑意。妖生山一战收获颇丰，但是自己也确实是冒了莫大的风险。接下来最少200年，自己要停止主动算计，让可能承载在自己身上的运势划开。虽说被天道老爷绑架能够赚到大笔功德，但是同时也必须要承担对应的风险。此次搞妖族，大部分因果被玉帝陛下给扛了，可是那未能灭掉的陆鸦也成了李长寿少许隐患。老老实实的躲起来修行吧。仔细想想，这一次收获最大的其实不是这2笔功德，而是太清圣人老爷给他直接传道了。洪荒中听一次圣人讲道，就可以自称圣人老爷的记名弟子，这般直接传道，还是因材施教传下的太清水德篇。若李长寿愿意，已经可以认圣人老爷为老师了，顺便以圣人弟子自居了。现在还没有被正式收徒，应该是自己做的还不够，还是多稳上几手吧。问本心，行本性，知本我，寻清净。龙族之事已了，妖族气焰已压，地府之事可以徐徐图之。稍后自己只需要将小琼峰神不知鬼不觉地搬去兜率宫旁，就可以安心缩在家中参悟无为大道了。这才是变强的根本。哥哥，要不要接勾魂使者上来啊？李长寿瞄了眼在海面上疾驰狂奔却被小青龙越拉越远的牛头马面，摇摇头，让小龙回去转了半圈。炸妖生山，夺灭人间，如此忙碌了几日，李长寿顺利地将巫族不孕不育的毛病解决，总体而言也算是历经艰险，十分不易。到了北距泸州，这一次见到了全部4位大巫祭。李长寿拿出了一颗流影球，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妖族的算计，并将已经失灵的灭人剑拿了出来。几位大巫祭轮流捧过灭人剑，感受到了其上逝去过的真灵痕迹，一个个都出奇的愤怒。巫族对李长寿自是各种感恩戴德，但是巫族贫瘠，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谢礼，且他们早已经发誓在北距泸州不再外出，更无法为李长寿奔波效命。一时之间，大巫祭们也是十分的尴尬。李长寿笑道：巫族乃盘古神血脉，虽有过错，不至族灭。我也只是顺势而为，奉玉帝陛下之命行事。今后巫族在北周繁衍生息，稳定北周北疆，已是能让天庭省心不少，何必非要纠结给我什么谢礼呢？4位大巫祭连连做道揖，李长寿摆摆手，潇洒地告辞离去。做人要知足啊，巫族已经穷成这样了，再打他们秋风就太没兽性了。因心神太过疲乏，李长寿让牛头马面和其他6位跑了个边缘龙套的巫族高手自行回返幽冥地府。李长寿又托敖乙回天庭，帮他找东木公请个假，就说他此前耗费太多的心神，要静养1-2个月。做完这些，李长寿施土遁赶回渡仙门。离着渡仙门越近，李长寿越是感觉疲乏，心神的疲倦如同潮水一般袭来。这是那2波连续开启地煞灵暴阵的后遗症，虽然足够艺术，但这东西的后劲儿也是极大的。最好的恢复方法就是彻底放松心神，好好的睡一觉。太爷，能否在我稍后休息时破例守我一阵？没问题。天地玄黄玲珑塔传来阵阵灵念，
小徒弟，你可劲儿睡，放心睡，就是躺他们妖族老窝去睡，咱也没问题啊。小徒弟，你那一招灵宝真是越来越顺手了。虽然现在还伤不到那些真正的高手，但是这东西它就是好看嘿。李长寿满头黑线，这是夸赞吧？啊，大概。依靠着还算强韧的意志力，李长寿熬回了渡仙门山门，悄悄地回了小琼峰上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越是到这种最后的时刻，精神越是难以坚持。李长寿本想去找一个角落施展化形术藏起来之后再休息，但他看到了自己的摇椅，心神已经是无法支撑，收起指道人，身形向后仰，就这般直接躺了下去。连续武灵豹对心神的冲击太强了，这花活以后还是别整了。玄黄塔轻轻一闪，出现在李长寿元神上方，洒落道道清凉气息，帮助他缓解疲倦。李长寿的元神小人儿已是有些睡眼惺忪，本想对塔爷道一声谢，再看一眼灵娥修行的如何，但是心底念头流转间，元神小人儿直接倒栽了下去，让堪比先天灵宝的天地玲珑玄黄塔守着自己睡觉，李长寿也觉得自己太奢侈了一些。昏昏入眠，鼾声小作。片刻之后，一直在门口入定修行的灵娥被这般只听过2次的鼾声吸引了，慢慢睁开双眼。师兄睡着了？灵娥的俏脸上满是震惊，轻手轻脚地站起来，看着躺椅上的身影。仔细一听，这鼾声果真是从这身影口鼻发出的。师兄，灵娥抬手轻轻地戳了一下李长寿的手背，当场差点喜极而泣，心底满满的感动。多少年了，又戳到了师兄这真实的血肉之躯。不对，好机会。灵娥眼前一亮，顿时露出了几分坏笑，跑去丹房中找来笔墨，对着自家师兄一阵打量。臭师兄，在你脸上写满文字经，罚就罚，还带写。